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袁。今天我们要讲个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案件。一听到拉斯维加斯这几个字，大家肯定就知道，今天这起案件肯定又是狗血的富人故事。作为闻名世界的赌城，拉斯维加斯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。它既可以让一瓶游戏的你在一个晚上就变成腰缠万贯的富翁，也可以在1个小时内让你沦落为街头乞丐。金钱、毒品、女人，拉斯维加斯是一个永远不缺故事的地方。作为赌城里的一名脱衣舞女郎，桑迪·墨菲就在这里改变了她的人生。1998年9月17号当晚，随着街道霓虹灯的亮起，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正式拉开了序幕。突然之间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当地警局办公室里响起。报案人是一位名叫桑迪的年轻女子。电话里，桑迪非常慌张，她说自己丈夫没有了呼吸，要求警方马上派人过来。短短1分钟之后，救护车就来到了桑迪的住所前。可当医护人员走进卧室时，却发现还是来晚了。桑迪的丈夫泰德·比尼恩此时正躺在地上，脸色灰白。虽然医护人员立即进行了抢救，可还是没能把比尼恩从死神身边抢回来。事情曝光后，桑迪住所外面马上就围起了很多记者。要知道，54岁的比尼恩可是当地的赌神大亨，和年轻貌美的女友同住不久就突然去世。富翁、脱衣舞女郎、遗产，这几个词语凑在一起，就能闻到一股强烈的阴谋味。媒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因为桑迪非常激动，他人只好把他强行捆起来，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。过了3个多小时后，才对他进行问询。桑迪告诉警方，自己在早上就离开了住所，晚上回到家，走进卧室后，就看到男友比尼恩躺在地上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发现男友没有脉搏后，自己就马上报了警。他表示自己出门前看到男友在吸食违禁物，因为男友很早就有了这个习惯，所以自己并没有太在意。但自己怎么也想不到，男友今天居然会一次性吸食这么多，直接把自己吸到了上帝那里。警方尸检后发现，比尼恩体内的确有很多违禁药物，所以这是一起普通的意外吗？很难说，毕竟富人家里总喜欢出意外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比尼恩的家庭背景。根据资料，比尼恩出身显赫，他的全名是泰德·比尼恩，是当地比尼恩家族的重要成员。他的父亲名叫班尼·比尼恩。早在1946年时，班尼就带着5个孩子，还有100万美元现金，来到了拉斯维加斯。起初，班尼本想安守本分，好好利用手上的存款经营生意，可在那个年代，老实人似乎很难致富。为了赚钱，班尼不惜顶风作案，在拉斯维加斯禁酒期间出售私酒，还多次敲诈勒索别人，期间呢还犯下了多起命案。不过当时警方由于缺乏充足证据，加上当时班尼和高层官员来往密切，所以班尼从来就没有怎么吃过牢饭，一直在监狱外面逍遥自在。1951年时，在与合作伙伴发生分歧后，班尼就出来单干，他收购了一家酒店还有俱乐部，并将其改名为马蹄铁赌场。在班尼的经营下，赌场的生意越来越好，规模呢也越来越大，而班尼呢也成为了拉斯维加斯那个最靓的仔。比尼恩在只有20多岁时就被他父亲叫到赌场帮忙，虽然在家中年纪最小，但因为突出的交际能力和管理能力，比尼恩一度被认为是家族未来的接班人。可不幸的是，父亲班尼还没来得及好好交代后事，就先去见了上帝，以至于葬礼刚结束不久，比尼恩就和自己的哥哥杰克、妹妹贝奇拉开了遗产争夺战。此前父亲还没去世时，无论是再大的分歧，都得坐在桌子上好好商量。谁要是敢当着老父亲的面拍桌子，那谁就得吃巴掌。如今父亲一进棺材，3人呢直接掀翻桌子。为了争夺赌场的控制权，可以说是用尽了各种手段，小到诽谤诬陷，大到人身威胁，
没有做不到，只有你想不到。期间就有一个蒙面男子在经过比尼恩住所门前时，对着大门疯狂扫射。坊间传言，这个枪手就是比尼恩哥哥派去的。说回比尼恩，虽然他在生意场上确实是一把好手，可这人呢有个不好的习惯，那就是有很重的毒瘾，各种违禁药物都试过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癖好，让比尼恩的原配妻子离他而去。可比尼恩依然是浪子不回头。对于比尼恩来说，他一天之中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赌场和夜店。白天辛苦工作一天后，总得好好犒劳自己。在1995年时，也就是去世的3年前，52岁的比尼恩就在夜店认识了桑迪·墨菲。当时23岁的桑迪是一个脱衣舞女郎，来自加州。在赌场输了1万多美元之后，就不得不做脱衣舞女郎来还债。那清纯的脸蛋、火辣的身材、性感的舞姿，桑迪就给比尼恩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就这样，两个人从夜店的吧台喝到了住所的大床。后来，桑迪直接住进了比尼恩的住所，成为了比尼恩的同居女友。以前那个精打细算的小姑娘，现在已经成为了财大气粗的富婆。家里的柜子也是摆满了各种奢侈品，喷最好的香水，开最贵的跑车。在比尼恩的财力支持下，桑迪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富婆生活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桑迪表示自己刚开始并不认识比尼恩，更不知道他还没和妻子正式离婚，只觉得他是个很幽默的大叔，很会讨女孩子欢心，也很大方，直接还清了自己在赌场的赌债。跟他发生关系之后，自己才知道刚刚睡了一个赌城大亨。同居1年后，桑迪和比尼恩两人签署了一份协议，比尼恩承诺把自己的部分股权还有收藏品送给桑迪。那每次出席社交活动时，桑迪总是自称是比尼恩的太太，自己和比尼恩在一起的原因是爱情，而不是他背后的财富。在去世的前1年，比尼恩因为和犯罪组织交往密切，被当地政府禁止进入他的赌场。那这个禁令呢，就狠狠打击了他。几乎在一夜之间，比尼恩发现自己无家可归，无钱可用。比尼恩开始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，要么就是喝酒，要么就是吸毒。在去世的几个月前，有媒体就在公众场所拍到了他和情人桑迪在发生矛盾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桑迪还为此报过2次警，起因呢都是和比尼恩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。获悉比尼恩的死讯之后，他的家人就认为这绝对不是意外，肯定是桑迪这个女人谋划了一切。他们要求警方重新调查。尸检时，警方就发现比尼恩的胃部有大量的海洛因，这就非常奇怪了。因为按照比尼恩平时的习惯，他是吸食胶柔海洛因，而不是直接吃海洛因。按照吸食的方式，胃部呢是不可能有如此高含量的海洛因，除非有人强迫比尼恩服下它们。桑迪在警局被审问期间，比尼恩的妹妹贝奇就让人直接去哥哥的住所，打包带走了很多贵重的物品。之后呢，还让一个律师守在门口，那就是为了向桑迪转告驱逐令。你不是我们家的人，请你不要逗留在我哥家中。吃了闭门羹之后的桑迪，心里1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。他打电话给比尼恩的妹妹，可是两个人刚说上几句话就吵了起来。电话中，贝奇告诉桑迪，你就是个妓女，靠着自己的身体从我哥身边偷走了钱财，你给老娘小心点，你抢走的东西我迟早都会跟你拿回来。为了反击贝奇，桑迪就专门拍摄了一段视频，证明住所里遭到了男友家人的洗劫。就在桑迪和男友亲人在线对骂的同时，在附近小镇的一处高速公路旁，有一个男人正在荒漠中挖着东西。这名男子名叫里克·塔比什，案发时是桑迪的情人。此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，里克就认识了比尼恩，他还承诺会帮比尼恩藏匿一笔财产。比尼恩遇害后没多久，里克就雇佣了一辆大车，指挥工人把地洞里的箱子装进车里运走。不过他这个举动呢，很快就传到了比尼恩家人耳中。不出意外，里克直接被带回警局调查。大半夜的，你这家伙不睡觉，跑到高速公路旁，在那里偷偷挖东西，你这是想干什么？里克解释说自己是比尼恩的好友，此前曾帮他把一些银子还有银条埋进地洞，
如今比尼恩去世了，根据协议内容，他就得把这笔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而在李克雇来的货车上，警方也确实发现了很多银硬币还有银条，但是警方觉得奇怪，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在大半夜来转运呢？警方粗略的算了一下，这些银子的总重大概是43000磅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如果按照1克银是 0.714 美元的价格计算，那它们大概就价值1390万美元。不过考虑到纯度还有其他的原因，实际的价值呢可能没有这么多，大概呢也就是几百万或者1000万左右。这仅仅是比尼恩家族财富的冰山一角，那如此看来，比尼恩的家里真的是很有钱。而比尼恩之所以会把这笔钱财换成银子埋在地下，而不是存进银行，是因为他不想让政府知道自己具体有多少钱。一方面是避税，而另外一方面呢，则是避免自己财产被随意冻结。虽然李克长得人畜无害，但是在接下来的调查中，警方还是发现了惊人的事情。因为案发时，他和桑迪是情人关系。50多岁的富翁前脚刚去世，后脚他年轻女友的情人就偷偷在半夜转移这些金银珠宝。那不得不说，李克的行为很难不让人怀疑。对于比尼恩的死亡，起初警方一直以为他是一场意外，就是嗑药嗑过头了。但是在后续的调查中，他们发现了新的疑点。园丁告诉警方，自己当天早上来到住所后，发现桑迪的轿车停放的位置非常的奇怪，好像是为了留出足够的空间给另外一辆车停。不但如此，案发当天，比尼恩卧室的窗帘居然被拉上了。那要知道，比尼恩平时喜欢看花园，所以一直没有拉窗帘的习惯。而另外一点则是，案发当天，花园浴室窗户下面有一把鱼丝，在浴室外面的窗户上，警方还提取到了桑迪的指纹，而指纹的位置就非常的反常，似乎是他从外面翻进去时留下的。可根据桑迪的说法，当天他很早就已经离开了住所，直到晚上回来后才发现比尼恩发生意外。基于种种证据，警方就改变了调查结论，认为比尼恩的死不是意外，而是有人故意杀害了他，而凶手很可能就是他的女友桑迪。期间桑迪的情人李克也很可能参与了作案。随后警方以涉嫌盗窃还有谋杀等多项罪名向法庭起诉了李克和桑迪。案发2年后的2000年3月27号，当地法院就召开了第一次庭审。有些民众就认为这就是报应，当初比尼恩他爸杀了那么多人，如今他儿子就得为此买单。苍天有眼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3月27号当天，法院还没有正式开审，外面呢就已经围满了很多人群。吃瓜群众自然不会错过这么大的新闻，因为案子可以说是备受瞩目。庭审时呢，还被媒体实时转播。那段时间呢，只要一打开电视，就能看到比尼恩遇害的新闻。作为关键人物，桑迪从车上一下来呢，就遭到了记者的围攻。他身上的闪光灯呢，似乎从来就没有停过。可他一走进法院之后，就给法官留下了糟糕的印象。为了搭配自己的穿着，桑迪居然把脚上的监视器给上了油漆，这让法官和陪审团心里很不舒服。我们不管你有没有杀人，但是你作为一名嫌犯，你对警察还有法律就得有一份起码的尊重。庭审进行到一半时，检方请出了比尼恩的遗产律师。律师表示，在案发前一天，比尼恩曾致电自己，提出想要把桑迪从遗嘱继承人的名单上踢出去，还说如果自己遭遇到了什么意外，那你应该知道怎么办。为了证明是桑迪杀害了比尼恩，检方还找到了案发4日的一段视频，就是前文中桑迪亲自找人拍摄的那一段。桑迪本想以此证明是比尼恩的妹妹偷走了他的私人物品，那不料呢，却给自己增加了作案嫌疑。因为在画面中，他从厨房的桌子上拿起了一个酒杯，而且有意将它藏进自己的挎包。检方就认为这个杯子就是桑迪作案的证据。这个杯子此前里面装的很可能就是比尼恩喝下的毒酒，里面混有海洛因还有赞比诺2样违禁物。可桑迪否认了这个假设，他说自己当时非常生气，所以才会去厨房找红酒喝。发现摄影师进来之后，自己就打开了厨房的电灯，这期间呢，刚好把杯子换到了另外一个手上。
至于桑迪所说的是否属实，除了他，或许没有人知道。而那个杯子呢，据说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紧接着，检方请来了一位法医博士，博士还原了案发当时的情况。趁着比利恩嗑药后飘飘欲仙时，桑迪和里克两人合伙强迫他服下毒酒，其中一人坐在比利恩胸口按住他的双手，另外一个人则趁机把毒酒灌到比利恩的嘴里。比利恩胸口上的2片印记就是两个人作案后留下的证据。在庭审的数天时间里，控辩双方轮流请了很多证人和专家，起初原本很有兴致的听众在听了一段时间后也直接打瞌睡。在8个多星期之后，案件终于迎来了宣判。桑迪和他的男友被判有罪，罪名就包括盗窃还有谋杀等等。因为涉及到多项罪名，在宣读2个人的判决时，法官足足说了70多次有罪。从宣判前的满怀期待，到听到终身监禁后的脸色惨白，不到1个小时，桑迪就从天堂坠落到了地狱。人生就是这么刺激，你前一秒刚过完白富美的生活，下一秒就来了个终身监禁。那事情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吗？当然没有。前面小袁就说过，拉斯维加斯可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。其实在一审过程中，桑迪就犯下了很多不该犯的错误，从为警方的监视器上漆，到法庭上频频和律师低声细语，再到法庭上和情人里克嬉笑，这给法官还有陪审团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。加上这3人的关系原本就很微妙，很多媒体呢也总喜欢强调桑迪的作案嫌疑。而在被判入狱后的4年时间里，桑迪和里克就一边请人重新调查案件，一边不断争取上诉的机会。最终在经过他们的努力之后，当地上诉法院就同意了他们的请求，并在案发6年后的2004年10月召开了2审。消息传开后，吃瓜群众就如期而至。起初检方信心满满，认为自己胜券在握，可这一次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。这一次，桑迪两人都更换了自己的律师。桑迪的律师还算正常，西装革履，身材高大，谈吐清晰，标准的美国白人精英气息。可里克的律师呢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他请的是旧金山的传奇律师汤尼·瑟拉。这个汤尼呢，留着一头缭乱的白发，如果要不是他穿着一身西装，估计大家都会以为法庭闯进了一个糟老头。虽然已经上了年纪，但是这个汤尼可以说是宝刀不老。他的逻辑非常的严密，而且句句戳中要点。他那慷慨激昂的陈述，他估计奥巴马看了都要流泪。相比较于那些总喜欢讲理论摆数字的专家，汤尼可以说是全场的黄金主角。只要他一开口说话，台下的听众都会紧紧地看着他。法庭上，汤尼就揭露了一个重要事实，那个受雇于比尼恩妹妹的私家侦探，他向很多证人支付了感谢费，少则几千块，多则2、3万。律师汤尼认为，这根本就不是感谢，这是赤裸裸的贿赂。作为一个警局退休人员，这个侦探连基本的调查准则都没有遵守。同时，汤尼还表示，检方请的那个法医博士，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检查过尸体，而死者胸口上的红点和死者衣服纽扣的位置也相差甚远，根本就不是压迫胸口留下的纽扣压痕，它只是一个带血的水泡。而看着被放大的血泡照片，很多听众这才恍然大悟。同时，汤尼还表示，胶柔海洛因是没有办法直接在水中溶解，除非把它放到酒精里。可是法医尸检时，在死者体内并没有检测到酒精，占据有力证据，汤尼就疯狂质问检方的法医博士。可即使如此，那位博士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。为了提高胜算，在反驳检方证人证词的同时，汤尼还留了一手。他悄悄强调了比尼恩妹妹在当地的影响力，还暗指对方不惜和政府官员勾结，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说白了，就是为富不仁。汤尼的目的呢，就是挑动陪审团成员对富人的敏感态度。那看着节节败退的检方，比尼恩的妹妹贝奇虽然面无表情，但她的心里估计早就已经把那个私家侦探杀了1万遍。老娘给了你40万美元，你就是这样办事的吗？经过4天的商议，陪审团认为桑迪和里克两人的谋杀罪不成立。这个判决让他们如释重负。
而紧接着法官又补了一句盗窃罪成立。作为从犯的桑迪，他利用前几年的监禁时间抵消了这个惩罚，他可以直接和家人团聚。不过对于里克来说，他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因为从头到尾负责转运银子的人是他。他被判了7年监禁，而且之前的监禁时间都不能和这个惩罚相抵。2011年出狱后，里克就低调消失在了公众面前，直到2022年他才以高管的身份重出江湖。原来在出狱后不久，他就看上了加密货币这个行当。目前呢，他正在着手建设世界最大的一个采矿中心。昔日的阶下囚，如今呢已经成为和州长谈笑风生的公司老总。而对于桑迪来说，即使2审后他直接被当庭释放，但是比尼恩的家人并没有就此放他一马，相反还对他提起了多项诉讼。为了应对这些诉讼，桑迪说自己花了500多万美元，还白白搭进自己5年的宝贵时光。案发几年后，他与另外一位富商结婚，2个人还有了子女。婚后桑迪呢就经营着艺术类的生意，从走进赌场输掉钱财，成为脱衣舞女郎还赌债，到结识富豪成为富婆，再到锒铛入狱上诉申冤，桑迪的一生就如一场梦。而对于比尼恩来说，他的死亡直到今天还充满着争议。如果比尼恩没有染上毒瘾，那对他来说，或许他的人生可以更上一层楼。其实世间岂止一个桑迪，又岂止一桩富豪命案。狂风袭来，繁花落去，一切的人与事终将还是要入土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